鮮嫩的片鴨帶點扎實的口感，再包上春捲皮，一入口那種淡淡的甜面醬的香味，是相當的滿足。煙燻櫻桃鴨肉質軟嫩又鮮甜又大塊，難怪會成為這邊的必點料理。鳳爪一入口那種自動脫骨的感覺是相當的爽快，整個軟骨用舌頭一抿就自動分離，相當軟嫩。隨後一個是藕醬也會越來越濃厚，極度香甜的口感是相當好的滋味。胡椒花椒豬肚湯，整個胡椒的香氣是非常濃厚，熟爛的豬肚入口即化，軟嫩口感是相當的美味。豬肚湯裡面的豬肉吃起來就相對乾柴。一鴨八吃這麼多變化，真的每一道都好吃嗎？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 Miss， 我是歐文。今天我們來到一個特別又精美的地方——巴黎福朋喜來登酒店，就在巴黎的觀海大道上。他們近期把吃到飽專案升級回來，一鴨八吃料理不僅有傳統的片鴨、掛爐烤鴨，還有創新的吃法。那今天呢，吃到飽料理呢，這樣看一下菜單，大概有48個品項。那一次最多呢，就是點8個品項。那8個品項之中呢，最多只能點5份。一鴨八吃料理呢，今天一定得要品嘗一輪。而我們今天加入費用是1180加上18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2個小時。朋友在這邊開始之前呢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們就開始，到底有什麼豐盛的料理吧 ？Let's go！ 嗨，朋友，蒸籠的部分呢，它會推着一個蒸籠車來，每一桌詢問呢你的需求。那總共蒸籠類它有7種，全部都把它拿上來了。那我們就先從看起來非常嫩 Q 的豉汁排骨開始。肉香氣可謂是相當的突出，一入口香氣擴散你整個口腔，咀嚼過程中你會感覺到非常的有嚼勁，軟 Q， 而且帶點綿密的口感，淡淡的胡椒香氣以及稍微一點辣的提味的作用，味道是相當好的。旁邊還有一點芋泥，也給它來一顆。旁邊的豬喉金錢肚看起來是相當有味道。鹹香的滋味是有夠濃厚的，口感是相當的 Q 彈，非常有嚼勁，有點咬不爛的感覺。甜味跟鹹味也是相當的突出，味道稍微重了一些。前面2種味道都是相當蠻重的，透明水晶餃來配上，清淡一下。外皮晶瑩剔透，吃起來相當的軟 Q， 口感嚼勁是相當突出的，內餡不馬虎，整個蝦子都包了進去，是極度的豪爽。魚子燒麥看起來是鮮味濃濃。魚子燒麥呢就沒有像剛水晶餃那麼突出的鮮味，吃起來稍微比較扎實、乾燥了一些。上面魚子的點綴也非常的少，所以味道相對淡薄了一點。當然，一個是藕醬蒸鳳爪，來一口。鳳爪一入口那種自動脫骨的感覺是相當的爽快，整個軟骨用舌頭一抿就自動分離，相當軟嫩。隨後一個是藕醬也會越來越濃厚，極度香甜的口感是相當的好的滋味。前面幾樣經典的港式料理吃起來是相當夠味的，叉沙包也不能放過吧。整顆叉燒包入口是相當的滿足，而且它的內餡是極度的飽滿，整個都炸了出來，皮薄餡多的感覺才是最開心。再是蒸籠類的最後一種咕咕流沙包。咕咕流沙包呢就不對澳文的胃口，表面上寫咕咕流沙包，可是它的內餡呢是非常的頑固，一點流動的感覺都沒有，口感呢是稍微乾燥了一些，相當的可惜。所以我們蒸籠類也吃完嘍，那我們開始吃我們今天最期待的鴨的料理，煙燻鴨胸，看起來是相當厚實大片哦。鴨肉口感是相當的好，看起來色澤是相當粉嫩的，肉質是相当的 Q 彈軟嫩又多汁，带點甜甜的滋味，難怪那麼多人喜歡這個料理。那我們加上一個洋蔥試看看。旁邊的玫瑰油雞看起來是相當軟嫩。一入口那軟嫩的雞肉相當的滿足的，同時伴隨着淡淡的油香味，咀嚼過程中油蔥的香氣更添加了一番的風味。接下來掛爐烤鴨油潤的外表看起來是相當美味，整塊都是肉，口感就是相當的爽，非常鮮甜的肉，口感是相当的軟嫩，油香氣是非常的濃厚，完全不會油膩。Q 彈的松板豬肉也給它加上一塊，口感是相當的扎實，不軟嫩，可能會有點塞牙縫的錯覺。極度誘人的香 Q 鮑魚也給它加上一片。鮑魚的 size 看起來是蠻大顆的，再加上五味醬，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帶給你的不只是 Q 彈的口感，水嫩度也是相當足夠，口感是相當對味的。
烤鴨料理片鴨也是不可少的。吃完烤鴨料理，我們來吃一個主食——鹹魚櫻桃鴨粒炒飯。炒飯炒得粒粒分明，師傅一定是高手。整個口感是相當清爽的，香氣稍微淡薄了一些。炒飯給它加上煙燻鴨胸，我想口感是相當美味。朋友，那我們第一輪就暫時告一個段落。這一輪最喜歡的當然是它的片鴨了，鮮嫩的片鴨帶點扎實的口感，再包上春卷皮，一入口那種淡淡的甜面醬的香味，是相當的滿足。煙燻櫻桃鴨肉質軟嫩又鮮甜又大塊，難怪會成為這邊的必點料理。旁邊香甜的蝦球，給它來上一顆。蝦皮的表皮是相當的酥脆，上面再淋上香甜的美乃滋，口感香氣呢是相当十足的。旁邊還有一些切碎的水果丁，也起到了相当解膩的作用。經典料理左宗棠雞球也是不能少的，雞肉口感是相當的扎實，稍微乾柴了一些，是相當可惜。咀嚼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到蠔油的香氣，醬香味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有點太過於鹹重了。熱騰騰的蘿蔔糕也不能給它放冷吧。蘿蔔糕相當有特色，一進去不是鹹鹹的味道，是帶了一點甜甜的風味。裡面還有一些文仔魚，整個口感呢是相當的特別。第一次吃到蘿蔔糕裡面是香甜的文仔魚，酥脆的腐皮卷也嘗上一口。相當酥脆的腐皮，酥脆的口感呢是相当的夠味的，裡面的內餡也是給的相当的飽滿，整隻蝦都給你塞了進去，伴隨而來相當濃厚的芹菜香味。怕芹菜味道的朋友呢，這可能就不對你的胃了。非常漂亮的叉燒酥，我也想給它嘗上一口。一入口就像月餅的口感，相當的酥脆，帶着千層的風味，裡面內餡是淡淡的甜味。相當軟嫩的鮮蝦粉腸，也給它試上一口。那鮮蝦粉腸的蝦仁終於不是泡發了，相當的巨大。那肉質的鮮甜 Q 彈感是相當豐滿的，粉腸面衣吃起來 Q 彈，就像我們在吃板條的口感很類似。再來是名字相當複雜的一道菜——銀芽韭黃炒櫻桃鴨絲。入口那種豆芽菜的香氣是相當脆爽的、濃厚的，鴨肉絲吃起來口感相當扎實。這一輪最喜歡的是它的銀芽韭黃炒櫻桃鴨絲，那種韭黃的香氣非常的香甜，再加上豆芽菜爽口的脆感，還有櫻桃鴨絲的扎實口感，口感層次是相當豐富的。鳳梨蝦球的甜味是相當的滿足，蝦子炸得相當的酥脆，再加上上面佐上一點美乃滋的香甜滋味，整個香氣是相當濃厚。吃那麼多鹹食，油沙芝麻球來上一顆。表面炸得相當的酥脆，咀嚼那種芝麻香氣是愈加濃厚，裡面芝麻流沙餡非常的香甜，口感層次相當的豐厚。龍膽石斑伴隨着麻油香氣，來給它嘗上一口。非常扎實、Q 彈有嚼勁的龍膽石斑，口感可謂是相當的好，鮮甜感是相當滿足的，同時麻油的味道是相當突出，帶點桂圓的香氣，整體的風味呢非常像麻油雞的口感。旁邊的牛仔骨看起來是相當厚實，給它嘗上一口吧。牛仔骨的牛油香氣是相當濃厚，牛肉呢帶點筋感，所以咬起來有點拖泥帶水，但是它的 Q 彈度是相當足夠的。它的黑胡椒醬不是那種傳統的辛辣感，是帶點甜醋醬的感覺。在吃牛仔骨的同時，真想跟店家要一副刀叉，這樣吃起來比較方便一些。牛油香氣相當濃厚的牛仔骨，羊頂骨也不能忘記。羊肉的口感也是相當有嚼勁的，嘗起來質感帶點鮮甜的滋味。旁邊的13塔香櫻桃鴨架看起來是相當誘人。
鴨皮是炸得相當酥脆，香氣是相當濃厚的。但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比較不方便，它有帶肉又帶骨，所以吃起來是相當費時。喜歡啃骨邊肉的朋友呢，相當適合你哦。除了鴨油香氣非常濃厚之外，是3香的香味稍微偏淡了一些。再來，我們喝鮑魚蟲草燉雞湯。雞湯相當的清香，整體口感上呢是相當突出的甜味。鮑魚吃起來口感是相當軟嫩的，燉得非常久，那 Q 彈感不見了。在帶點甜味的雞湯之後呢，我們來喝豬肚湯。非常濃厚的胡椒香氣，帶點辣辣的口感。豬肚燉得非常的透爛，入口即化口感是相當美味。豬肚湯裡面的豬肉吃起來就相对乾柴，在粵式香濃的胡椒豬肚湯之後，我們來嘗上泰式中卷。入口的中卷不是 Q 彈的感覺，是帶點軟嫩的滋味偏多，伴隨而來是酸酸甜甜的辣感，整個風味是相當豐富的。那這一輪呢，最喜愛的就是那胡椒花椒豬肚湯，整個胡椒的香氣是非常濃厚，熟爛的豬肚，入口即化軟嫩口感是相當的美味，整體而言是相當值得稱讚的。接下來這一輪我們開始吃甜點吧，先來嘗嘗桂圓心太軟。桂圓心太軟，桂圓花的香氣真的是相當濃厚。紅棗裡面塞個湯圓，又香又甜的滋味。第一次吃到這種甜點，覺得非常的新鮮。相當經典的葡式蛋撻，我們也給它來上一顆。塔皮的奶香味是夠濃重的，但比較可惜的是酥脆感是稍顯不足，內餡是扎實的口感。整體而言呢，是蠻甜香的。再來是湯圓紅豆紫米湯。整體的口感稍偏清淡了一些，紅豆跟紫米的口感是相當軟綿的，但軟嫩中也不失合身顆粒的口感，甜度是相當的適中，不會太過於膩口。再是杏仁湯，喝看看，香氣濃稠度是相當足夠的，但我本身是有點怕杏仁的味道，這樣給它搭上一個非常酥脆的油條。油條酥脆度呢是相當突出的，再加上香濃的杏仁味，整個口感是相當厚重。飯後甜點想必也是不可少。旁邊那非常鮮紅的蓮霧也是相當誘人。嗨，朋友，我們今天我以為他用餐時間是3個小時，進來才知道他用餐時間是2個小時。那我們用餐時間也到了哦，所有的品項大概也都點完了，只有剩麵食、粥食跟時蔬，還有蝦子我們沒有點，其他的我們都吃了一輪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做個結尾吧。嘿，朋友，我吃飽了。老實說呢，剛開始看到菜單的時候，想說1鴨8吃這麼多變化，真的每一道都好吃嗎？可是吃到現在呢，我只能說，對，他們做到了。有些吃法是非常經典的，比如說片鴨，還有一些創新料理，比如說鹹魚鴨炒飯、3杯塔香包，變化多，而且不會膩哦。以這個價格來說呢，是相當划算的，豐富又吃得飽。窗外呢還有淡水溪和觀音山，氣氛是相當有的。好了，那我們片到這邊了。如果喜歡影片呢，請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小鈴鐺，準備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歡迎你跟我說最喜歡吃哪一道，或者是想看歐文挑戰哪一家餐廳呢？歐文都會去吃給你看。我是懂歷史歐文，吃貨永遠不要老。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原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們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